本周第一个新闻，比特币币市整体下跌的原因。本周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币市以及比特币都出现了下跌情况，这其中可以总结为3个原因：一、比特币期货也就是 Bitcoin Futures 溢价消失。固定月份期货合约的交易价格通常比常规现货市场略有溢价，因为卖家需要更多的钱来延长结算时间。这种情况在技术上被称为期货溢价，并非加密资产独有。根据 OX 和 Deribit 比特币期货溢价 BTC 9.7%的负波动导致投资者消除了使用衍生工具的任何乐观情绪。当指标翻转到负区域时，交易反向，这通常意味着压住进一步下跌的杠杆空头的需求要高得多。2. 杠杆买家清算超过 4.7 亿美元。期货合约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且简单的工具，允许使用杠杆。使用它们的危险在于清算，这意味着投资者的保证金存款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头寸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交易所的自动去杠杆机制启动并出售用作抵押品的加密货币，以减少风险敞口。交易者可能会使用杠杆将收益增加10倍，但如果资产从入场点下跌 9%， 则头寸将被终止。衍生品交易所将继续出售抵押品，从而形成一个称为级联清算的负循环。如上所述，8月19日的抛售是自6月12日以来被迫抛售的买家人数最多的一次。3. 保证金交易员过度看涨被毁。保证金交易允许投资者介入加密货币来利用他们的交易头寸，并可能增加他们的回报。例如，交易者可以通过借用 Tether 来购买比特币，从而增加他们的加密风险敞口。另一方面，介入比特币只能用来做空。与期货合约不同，保证金多头和空头之间的平衡不一定匹配。当保证金借贷比率高时，表明市场看涨；反之，比率低表明市场看跌。我们再来看下美国经济动态。目前国际局势复杂，经济状况也非常的动荡。有多方信息说过，前一段的市场上涨可能只是一个牛市陷阱。虽然上个月公开的美国通货膨胀数据显示通胀可能已经见顶，但之后美联储是否会继续强劲加息的不确定性还非常高。美联储布拉德表示，他倾向于支持9月加息 0.75个百分点。根据周四发表的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周四表示，他倾向于支持9月加息 0.75个百分点。这将是美联储连续第3次异常大幅加息，并将其美联储基准利率提升至 3% 到 3.35%。其他一些美联储官员表示，他们倾向于加息半个百分点。布拉德在采访中还表示，美联储不应拖延加息进程。他表示，他希望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在年底前达到 3.75% 到 4%。他说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高于前6个月。布拉德今年是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的投票成员。昨日，彭博社在 YouTube 上发布的一段与美国前财政部部长 Lawrence Summers 的访谈题目为 Fed doesn't know where it is wrong。Summers 表示，目前的经济形势非常模棱两可，美联储实际也非常堪忧，无法准确抓住经济的走势与如何有效控制通胀等等。在他们的访谈中，还谈到了美国目前的房市下跌的问题，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。推荐大家观看一下这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，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有不错的了解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本周为大家带来的全部的快速新闻更新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。别忘记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谢谢大家。